花海盛开的美景就此绝迹。发电拉下沉重的铁轮，灰尘爬上花瓶，吞噬最后一抹生机。但你以为人类即将失去的只有缤纷鲜艳的花朵吗？全球有70%的植物仰赖蜜蜂授粉，而授粉指的是植物雄蕊的花粉被传递到雌蕊柱头的过程。唯有成功授粉，植物得以生生不息。而自然界的授粉管道，除了水与风力等媒介，高达80%的种子植物仰赖蜜蜂、蝴蝶、飞蛾等生物授粉。其中以蜜蜂授粉的效率最高，工蜂采蜜的同时，身上的绒毛会粘附上花粉，一只蜜蜂全身携带的花粉就超过500万颗。蜜蜂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快递。蜜蜂呢，它一趟旅程出去外面采集呢，它只会采同样一种花啊，也就是说呢，它 A、B、C、D， 它可能今天出去采100朵花，可是这100朵花都是同一种的花啊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对于花来讲，它只要提供一点点的花蜜啊，它就可以把它的花粉借由蜜蜂的力量带到其他的花上面去，完成这个授粉的动作。想象少了这群穿梭花丛间的小小快递，花粉无法传递，大部分植物的繁衍机制也将随之崩解。牵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改变，而这场改变势必彻底颠覆你我的世界。一早起来，你将发现 T 恤到牛仔裤渐渐从衣柜消失，因为原料棉花必须靠蜜蜂授粉才能大量收成。很快的 ，T 恤、牛仔裤要升为价格高昂而且稀有的品项。当时尚与风格不再是该思考的方向，站在衣柜前的你，只剩下尼龙和聚酯纤维等人造布料可选择。而这场巨变，不止发生在衣柜。许多食物将一项一项的消失，首当其冲的是香甜可口的蜂蜜。接下来，仰赖蜜蜂授粉的凤梨、苹果、梨子、柑橘等水果也不复见。蔬菜快速下架，咖啡产量也大受影响。你的选择少得可怜，价格更是高的买不下手。正当人们放弃买蔬菜水果的念头，转向肉类区，但牛所吃的牧草、三叶草与木素也是蜜蜂授粉的功劳。不但牛肉奇货可居，连带的放置牛奶的冰柜也稀稀落落。纵使鱼类海鲜不靠蜜蜂授粉，但势必被掠夺一空。科学家估计，不出3年，海洋所有可供食用的蛋白质将在人类的大量消耗下宣告绝迹。全世界的这个农产品大概如果没有蜜蜂的话呢，这个产值大概会少掉2000多亿美金每一年那这样的产值呢，大概占所有农产品的产值的大概9.5%所以各位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这9.5% 的这个东西不见的话呢，那其实是会影响会造成粮食危机的。你能端上餐桌的还剩下什么？色彩缤纷、新鲜清爽的沙拉，恐怕是最昂贵而难得的奢求了。或许靠着蜂蜜授粉的谷物受到的影响较小，但无可避免的，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将席卷全球。就在蜜蜂消失之后，粮食危机成为点燃战争的引信，引爆一个黑暗时代。从过去20年来，我们很清楚看到，
全球的这个蜜蜂大量的消失，那这一个问题不仅是在国际上，也在我们台湾也有一些蜜蜂遭受危害。那很明显的，这些蜜蜂消失的问题告诉了我们的环境出了问题。那今天是蜜蜂，很可能明天就是我们。你以为这个没有蜜蜂的世界还很遥远？事实上，你已经尝到了蜜蜂大量消失的苦果。2007年，全球大豆的价格飙涨了87%，玉米上涨了31%，小麦的涨幅更是惊人，直冲130%。粮食价格节节攀升，造成30几个国家引发暴动。7年之后，如今粮食危机的隐性拆除了吗？当台湾科学家致力找出导致蜂群崩解的关键，在生态平衡的天平倾覆之前，该是时候思考你想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？夕阳西下，又到秋天了。这群蜜蜂正抢收最后一批的花蜜与花粉，准备过冬。但整个蜂群还能不能期待春暖花开的来到？又有多少的蜜蜂能挨过人类亲手种下的恶果？太阳终将西沉，但这会不会是即将崩解的蜂群所看到的最后一个日落？